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曲烈峰。今天呢，突然间来到这个巴厘岛的登巴沙市的市中心，然后呢，有朋友跟我说，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很有纪念性的巴厘岛奋斗纪念碑，就是大家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印尼语叫做 Vajra Sandi。那这一个纪念碑呢，里面也有一个博物馆，述说着巴厘岛人从古时候一直到抗荷兰时期的历史奋斗的发展。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跟我一起来，走吧。哇哦 Vajra Sandi 纪念碑是巴厘岛人民的奋斗象征。Vajra Sandi 的意思是冥想的铃铛。从远处看这座纪念碑的形状，就像是巴厘岛印度教牧师在主持礼拜仪式、念咒语时摇的铃铛。整栋建筑具有独特的巴厘岛传统风格，充满丰富的印度教哲学含义与元素。Vajra Sandi 纪念碑在1981年开始建造，中间曾经停建，直到1987年才继续。Vajra Sandi 纪念碑正式建成的日期是2003年6月14日，由当时的总统 Megawati 主持开幕仪式。除了传统元素之外， Vajra Sandi 也包含印尼独立的象征。纪念碑大门前的阶梯有17个。建筑内部的大柱子有8个，每一个的高度是45米。这些数字代表着印尼的独立日期1945年8月17日。纪念碑的内部有博物馆，在博物馆的2楼，我们能看到描绘巴厘岛人抵抗殖民者的奋斗和阿嘎族历史的立体模型和画。这些模型刻画出巴厘岛史上重要的事件，从史前到印尼独立时期。每个模型按照时间顺时针排列，从最早期到最后期。待会儿我们进去一一欣赏。现在看到的是公元前3000年狩猎和采集食物时期的巴厘岛。公元914年，当时的国王 Sri Kesari Warma Dewa 正在看着胜利之柱 Jaya Stamba 的建造，地点是在巴厘岛沙诺村的 Blajong。当时在巴厘岛统治的王国叫 Warma Dewa 王国 ，Sri Kesari Warma Dewa 是开国的国君。公元989到1011年的 Warma Dewa 国王是 Dharmoyana Warma Dewa。这个画面是描绘他和王后 Guna Priya Dharma Patni 在会见大臣。公元7世纪时，古都兰大师提出了3重天概念，就是巴厘岛的每座村落都要有3座敬拜3大神的庙：创造之神 Brahma、保护之神 Vishnu 和摧毁之神 Siva。这是公元11世纪的巴厘岛的村落生活。画面描绘村长和村委会在开会的场景。
公元11世纪，巴厘岛已经有了水稻灌溉系统，名为 Subak。Subak 由一名被称为 Galian Subak 的领导和他的团队管理，他们确保水会平均的分配，也会一起决定撒种日期和种植哪一种稻米。1338年，巴厘岛处在 Berdahulu 国末期，最后一任国王是 Sri Astasuraratna Bumibanteng。画面中看到国王正在与来自 Majapahit 的宰相 Gajah Mada 会面，还有他的大将军 Kebo Iwa 正在监督神庙的建造。1343年 Berdahulu 国被军力强大的 Majapahit 侵略，国王和儿子被杀 ，Berdahulu 从此亡国。公元1343年，来自爪哇的 Majapahit 大军成功征服 Berdahulu 国之后，在1347年 ，Majapahit 封东爪哇的皇室 Sri Krishna Kepahisan 为巴厘岛的新王。画面上看到的是 Majapahit 的宰相 Gajah Mada 在封位仪式上把象征权力的蛇剑 Ki Durga Dungpul 交给 Sri Krishna Kepahisan。1380年 ，Dalam Ketut Mulasir 被封为王，取代他的兄长 Dalam Samprangan， 因为他的兄长被认为领导能力不佳。新国王是一位亲民的国王，为了团结民间上下，他在新都城 Gilgil 建造大神庙 Pura Dasar Gilgil。画面中看到的是几位 Undagi， 也就是传统工程师们在工作。公元1460到1550年 ，Dalam Watu Renggong 在位期间，百姓安居乐业。此时的太平盛世也让巴厘岛的文学蓬勃发展。1478年 ，Majapahit 灭亡后，不少爪哇的文学典籍流传到巴厘岛。据估计，这是巴厘岛最鼎盛的时期，也诞生出了许多宝贵的文艺作品。这是巴厘岛著名的 Nusa Dua 海滩，这位大师是 Danghyang Nirartha， 他是巴厘岛历史上一名德高望重的传教士，他喜欢到处流浪，吟诗作乐。看到巴厘岛的 Nusa Dua 海滩的美，他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名就叫 Nusa Dua。公元17世纪至19世纪是巴厘岛王国的黄金时代。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辉煌足迹的模型，其中包括 Kelungkung 的 Kertagosa 宫殿、Karangasem 的 Sukasada 公园和 Buleleng 的国徽 Ambaraja 狮子雕像。当时的巴厘岛被分为4个联邦国，以 Kelungkung 国为首。17世纪的印度尼西亚大部分领土已被荷兰统治，尤其是爪哇岛。1846年，一艘来自爪哇的船在巴厘岛 Buleleng 国的桑县海滩搁浅。根据当时巴厘岛的法律，任何在巴厘岛搁浅的船都归国王所有。荷兰殖民政府派遣使者到巴厘岛，要求撤销这个法，并归还搁浅的船只。Buleleng 国王派去的大臣 Jelanding 当面拒绝荷兰人的要求，并当场撕破荷兰人的要求信。1848年的3月7号，荷兰军从桑县海滩登陆巴厘岛，对 Jagaraga 城池进行军事攻击。首次交锋，荷兰军还不了解巴厘岛军事的实力，以败仗收场。1849年4月15号，荷兰军再次攻击 Jagaraga 城。
由于荷兰当时已拥有先进的武器，巴厘岛的布雷林军惨败，英勇抗敌的杰兰迪大人及夫人战死。布雷林王国被击败后，荷兰殖民军下一个目标就是格隆贡。1849年5月24号清晨，荷兰军袭击格隆贡国王伊德瓦阿贡布特拉布桑巴的宫殿。5000名巴厘岛士兵敌不过手持先进武器的790名荷兰士兵。隔天的一大清早，巴厘岛军突袭荷兰军营，目标是杀掉荷兰军的主帅米切尔斯将军。措手不及的荷兰军一片混乱，米切尔斯将军重伤身亡。1849年4月18日，荷兰军在加嘎拉嘎战役中获胜后，侵占了布雷林国的土地。部分巴厘岛的勇士还试着夺回国土，但都被抓并被流放到苏门答腊岛。在班加一带的人民组织起了抗荷兰的队伍，他们手持传统的短剑和长枪，无论男女都勇敢与荷兰军正面交锋。起初曾因为班加军在沟渠里设下陷阱而占优势，但之后荷兰派更多军队来到巴厘岛。1868年11月27日，荷兰军彻底击败班加军。1906年9月20日的清晨，荷兰军炮轰登巴沙。拥有先进火枪的荷兰军在早上7点已经打入了市中心，直逼登巴沙皇宫。巴顿王带领所有士兵、随从、家眷、男女老幼，决心战到最后。虽然两军的武器悬殊很大，巴厘岛的巴顿军只用传统剑和长枪抵抗荷兰军的火枪和大炮，但因为巴顿军的奋勇而出现了激烈的战斗。最后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也包括巴顿王的尸体。决心战斗到死的精神在巴厘岛被称为布布旦。1906年9月20日，巴顿王国沦陷后，荷兰军进一步往达巴难进攻。达巴难国王被荷兰抓住，并把他和家人流放到龙目岛，但他的最小的妹妹萨贡瓦没被抓。虽然当时他年龄才10多岁，却扛起保卫家园、组织军队抗荷兰的重任。经过几次战役之后，荷兰使诈擒住了萨贡瓦，把他也流放到龙目岛。从此他音讯全无，也再也没回到巴厘岛。他被巴厘岛人敬仰为英勇的女战士，为他立雕像。现在那座雕像还矗立在达巴难市中心。消灭了好几个巴厘岛王国的荷兰军，下一个目标是格隆贡王国。荷兰曾向格隆贡国王伊德瓦阿贡江贝提出条件，要他们投降，但国王一口拒绝了。1908年4月22日，荷兰军3面夹攻格隆贡，格隆贡全军覆没，国王全家包括年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都英勇战死。这场战役是巴厘岛史上另一场布布旦战役，也就是全国决心战斗到死的战役。1923年到1928年期间被记载为巴厘岛青年组织崛起的时期。为了得到有受过西方教育的行政劳工，荷兰殖民政府在巴厘岛建起了学校，巴厘岛人也因此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但荷兰建的学校有限，也只为了荷兰在巴厘岛的利益所建。因此，巴厘岛的学者主动建立了各种社会组织来推动巴厘岛的教育进步。1942年2月19日，日本军透过萨努尔海滩登陆巴厘岛。经过一系列的战役后，日军驱逐了荷兰，开始了3年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日军给巴厘岛人民带来了新的苦难，大规模的强迫劳动来填补日军在2次世界大战所需的物资。人民被强制种植稻米、棉花、蓖麻。日军在2战中战败后，印尼在1945年8月17号宣布独立，但这个讯息还没传到巴厘岛。1945年8月23日，伊古斯蒂格顿布加从雅加达来到巴厘岛，把独立讯息传达给巴厘岛人民。隔天，他在巴厘岛的辛纳拉加与日本政府的代表举行权力交接仪式，并升起印尼红白国旗。为了把独立讯息传播到全巴厘岛，民间青年成立了许多青年组织。在1945年9月，整个巴厘岛已经收到了独立的好消息，独立的喜悦遍布整座巴厘岛。
现在看到的是在登巴沙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青年的指挥中心的外面，人们兴高采烈地高喊独立，飘起红白国旗。除了传播独立的消息之外，这个指挥中心也是控制一切斗争活动的中心，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应对还会与联军一起再回来侵略巴厘岛的荷兰军。1945年10月24日，一艘挂着荷兰国旗的轮船 Abraham Grijen 在 Buleleng 港口靠岸。荷兰士兵上岸掠夺港口货仓的东西，还把海关办事处前的印尼国旗换成荷兰国旗。事件发生后的第3天，从巴厘岛各地的青年来到 Buleleng 港支援，并把荷兰国旗拉下，升起印尼国旗。此时，荷兰军从船上向岸上的巴厘岛青年开枪，双方发生枪战，造成死伤。1946年3月4日晚间8点，一支16艘船载着160名印尼海军的队伍从东爪哇的Banyuwangi出发，前往巴厘岛支援抗荷兰。隔天早上，船队被荷兰的2艘巡逻舰发现，双方在巴黎海峡上发生枪战。其中一艘荷兰船被炸，并连同船长沉没，另一艘返回基地。印尼方面有2名海军阵亡。1946年4月的一个新月之夜，由苏吉安加尔少将率领的巴厘岛部队袭击3个荷兰兵营。画面上看到的是由Ida Bagus Jaba领军的队伍在袭击在 Gayumas 的荷兰兵营。可惜Ida Bagus Jaba战死。到了清晨，荷兰军的抵抗不松懈，面对硬战，巴厘岛军决定撤退，重新整军。结束3个月到爪哇出征的由Igusti Ngurah Rai中校带领的巴厘岛印尼独立战士军队，在1946年4月5日清晨回到巴厘岛。隔天，来自巴厘岛各地的青年奋斗组织代表召开了一个大会，来讨论成立一个更大、更有组织性、更系统化、更团结的巴厘岛护国组织。在1946年4月16日，正式成立了印尼小巽他人民斗争委员会，领导人就是 Igusti Ngurah Rai。这个组织成立后，在巴厘岛的各个角落都出现对荷兰殖民军的对抗与袭击。这片土地是阿贡火山脚下的 Tanah Aron。1946年7月5日，正在与荷兰军进行游击战的巴厘岛的主力军来到这里。2天后，巴厘岛军的总帅 Ngurah Rai 得到汇报说，荷兰军已经在他们的附近驻扎，随时将进攻。巴厘岛军准备好对战的策略。当天上午9点，荷兰军发动攻击，巴厘岛军以3面夹攻反击，荷兰军不断被逼退，最后82名荷兰士兵被击毙，巴厘岛主力军方面5人伤亡。1946年11月18号晚上，Igusti Ngurah Rai 带队偷袭荷兰兵营，抢到了许多枪械和子弹，多次让荷兰军吃亏和吃败仗的 Ngurah Rai 成为了荷兰人想要除掉的头号人物。荷兰军动用武力搜索平民百姓的家，以强行审问平民，逼他们说出 Ngurah Rai 的藏身之处。1946年11月20日，Ngurah Rai 的军队与荷兰军正面交锋，荷兰军突然用飞机进行空袭，Ngurah Rai 部队全军覆没，Ngurah Rai 战死。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后人把他的名字作为巴厘岛国际机场的名字，永远铭记。1949年12月27日，荷兰承认印尼的独立，因此100年的抗战宣告结束，全国进入建设时期，也包括巴厘岛。巴厘岛的发展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重点发展旅游、文化、教育和农业。因为印度教爱护崇拜大自然的教义，使巴厘岛保留着许多优美的自然风景。此外，还有浓浓的文化和独特人文，使巴厘岛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巴厘岛也成为学习印尼历史，尤其是爪哇和巴厘岛历史的中心。是的，带大家走了一圈我们这个巴厘岛的奋斗历史博物馆哦。看了之后，尤其是里面那个栩栩如生的模型啊，里面的故事，除了能够更了解巴厘岛的历史之外呢，也不得不
敬佩巴厘岛人或者是印尼人抗战时期、抗荷兰的时期的那种奋斗的精神。虽然说拥有的武器是非常落后的，不比荷兰的武器那么先进，但是100多年来都一直是在抗荷兰的那种奋斗的精神，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然后之后还进入了抗日的时期，对不对？感觉其实除了敬佩之外呢，也是蛮感动的。我们的先人祖辈们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拥有的太平盛世呢，真的是得来不易。所以大家如果也要更加的了解巴厘岛的历史，欢迎大家也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呢叫做 Vajrasandi， 就是在登巴沙市中心的一个巴厘岛的奋斗纪念碑的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欢迎大家来哦！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再会。最后我们来看看印尼的传统兵器 Gris。Gris 是印尼的短剑，按照剑身的形状 ，Gris 分为2种，直的和弯曲或蛇形的，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为蛇剑。2005年 ，Gris 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是兵器之外 ，Gris 也是权贵的象征。古代许多达官贵人身上会佩戴昂贵的 Gris， 也有一些 Gris 被视为是宝物或神圣的物品。在拜神或举行重要的宗教仪式时 ，Gris 会用来作为贡品。画面中看到的是17和18世纪巴厘岛贵族佩戴的 Gris。